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中国竟然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女光棍了不是说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吗？那这么多的女光棍都是哪来的呢？我告诉你毒鸡汤喝出来的。第一碗鸡汤就是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第二碗鸡汤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第三碗，不爱你的人才会让你懂事儿，爱你的人是会任你做任你闹，只要你开心就好了。第四碗男人的钱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第五碗，不懂得哄女人的男人就是直男癌第六碗呢，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第七碗，包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第八碗，只有娶不到老婆的男人，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第九碗，女人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另一半。这些毒鸡汤女人们喝了以后真的是就飘飘欲仙了，都产生了幻觉，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仙女，是女神，是灰姑娘，都在等着自己的白马王子来给自己穿水晶鞋。其实这些毒鸡汤呢都是商家们给他们做的用这种手段去捧女人。结果呢现在的女人呢都给捧成这样了一个月薪3000的看不上月薪过万的男人，自己身高1.5米，要求对方1.8米。资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敢花钱呀，自己的钱不够花了就花男人的钱呗让女人堕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买衣服了，买包包了，买化妆品了，还有吃饭、旅游、看电影。你看网购的90%都是女人。为了找个女朋友呢，有很多男人已经工资根本不够花各种刷信用卡，甚至是网贷被榨干了以后呢，结局只有一个分手。为了达到目的资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清明节、父亲节，其他所有的节日都能找到花钱的噱头让男人给女人花钱。没有节日他们就制造节日什么520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现在就连3·8妇女节都成了女神节了。这一改还得了既然是女神嘛，那总得拿出诚意表示一下，对不对？转账都不能少于520太寒酸了你少打了一个0好不好很多男生真的是不负重负的，力不从心要么就分手，要么就被迫放弃嘛。而女生呢还继续沉浸在梦幻的世界里面，等待他们的霸道总裁高富帅出现现在到底谁能解救他们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目前北京的相亲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女生你的年龄直接就决定了男生的交往态度。女生如果28岁以下，那30岁的男生呢还愿意选择你的也会比较积极主动的约你，物质上呢他也会适当的为你付出。那30岁以上的女生呢基本很难遇到同龄男生的选择了，交往的时候男生也不会太积极了，他们也会要观察女生的一言一行进行评判。在付出这个方面，他们更希望你能跟他有来有往，相互平衡，谁也别占谁的便宜。那这个时候的女生，如果你不太主动还想被动的遇到哪个男生单方面的去追求你，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女生如果33到35岁之间基本上女生不主动的话还强调自己慢热的话，那男生可能直接就放弃你了。约会呢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先约个不花钱的地方见一下觉得还行呢就去吃个饭，没眼缘或者没感觉直接就找借口走人了，连杯奶茶都不会给你买。要是女生大于35岁，那恐怕不管你主不主动，男生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了。估计就算你很主动，恐怕都没戏。你们说对吗？来评论区聊一聊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的男人突然就醒悟了，直接躺平了，爱咋地咋地。资本呢确实薅不动他们的羊毛了。曾经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广告爱他
就带他去吃法餐，在烛光下点燃你们的爱情。爱他就送他最好的，男朋友不买礼物就是不爱，没有转账没有红包那更是不爱了。他们呢还创造出了很多名目来搜刮年轻人的口袋。卖包的说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卖化妆品的说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卖房子的说结婚怎么能没有房子呢？没有房那女人得多没有安全感呀。就连卖奶茶的都出来创造了一句经典，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来营造这种营销的气氛。你再看看那些为了营销无端创造出来的所谓的节日，什么618了、双11了、双12了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消费的。回过头他们在用各种毒鸡汤去给女生洗脑，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那一定是不爱你的。在各种营销的强烈施压下，恋爱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有很多普通工薪阶层的男生他根本就谈不起恋爱，许多男生干脆躺平了，老子不追不娶不结婚，爱咋地咋地。女孩子们也被骂得很惨，说他们太物质太现实。看一看现状大龄单身队伍之庞大呀，据说全国现在有1亿多单身女性，她们都是真的不想结婚吗？不是，她们不过是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人结婚，她们宁愿高质量的单身，也不想要低质量的婚姻。特别是35岁以上的大龄剩女们，如果她们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和诉求的话，再加上现在的男性已经醒悟了，躺平了，人家不追了不娶了，那些大龄剩女们就更加的难结婚了。但是资本也真的是耗不动了。这个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进步了，已经回归到了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线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思想的进步呢？离婚之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一定是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的。为什么呢？这句话可能女人不爱听，但是事实呢就是很少有女人她不需要婚姻的。如果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他对婚姻的依赖性就越低。毕竟是男人都是靠自己挣钱买房买车养孩子养家嘛，他们都是靠自己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会急着想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人干的。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他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可能真的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呢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呢提出来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之后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即使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是非常被动的，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行情很不好的时候，又会自我安慰说要个男人来干什么呢？钱我自己可以挣，娃我自己可以养，房子我自己也有，车我自己也能开其实真的这种有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呢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人家不依赖男人也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他们也跟着起哄说找个男人真的没有用我就想问一问从大面上来讲，保家卫国啦，抢险救灾啦，这些事情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的吗？难道是女人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边的苦活、累活、重活、脏活，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个电话，对吗？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要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过婚就变着法要去索取，嘴上喊的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呢又极其的双标，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呢又喊着要独立，既要求享受的同时呢又要求被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呢就更现实了真情人家都留给前夫了精力呢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呢还能遇到真爱吗？
啊，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嘛。他们说要保命要紧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只要女生一开口要东西，恋爱就容易弹簧呢？95年的姑娘跟我吐槽说她去年相亲相了几十个男生，其中呢也接触了7、8个每一次她都会试探性的让男生给自己买礼物或者转账她一直都认为呢，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是谈恋爱的时候对男生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有句话不是说嘛，男人的钱花在哪儿他的心就在哪儿。但是他发现现在就很奇怪，每一次只要他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这个关系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比如说有的男生直接就不跟他聊了，还有拉黑他的，还有的男生呢买完东西就想确定关系，就想亲亲抱抱。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认识的时间那么短嘛，太快了吧，自己还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可能确定关系呢？所以我一般都会拒绝。但是只要我不同意好像男生们就不再追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谈个正常的恋爱怎么这么难呢？你说现在的男生到底咋想的呀？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为什么说有的女人她的认知太低了呢？我举个例子说，她们就是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对别人的期待和要求就非常的高，那她注定找不到合适的人的。但是她们会把这件事情归罪于是因为男生不够优秀的原因造成的。其实男生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穷嘛、丑嘛、情商低嘛，基本上就是这3点。但是这批女人嫁不出去呢，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娶不到老婆的男的是因为太穷了，所以他们的这2拨人呢是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女人呢就一定会说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降低要求，而不是让男人争一口气呢？那这句话听上去就特别像那些视频里采访的一些姑娘张口就来了100万、500万、1个亿，好家伙，好像你读清华北大都只需要张口一说就行了，你就可以去读了似的10年寒窗不需要了。哎呀，好像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有钱人也是满大街都是随便抓一个就是100万年薪。可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逃不开2·8定律的，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读到北大清华的呀，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挣到100万年薪的呀。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呀，对吗？而且他们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求还会越来越高，他们宁愿打光棍也不可能降低要求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找个优质的男人挣钱多的，条件好的。要记住当你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满足你的，那么他100%是不喜欢你的。有的女的哪方面都不如男的，仅仅有个好看的脸蛋就想着怎么拿捏这个优质男人。他们就没有想过优质男人有那么容易被你拿捏吗？一个强者怎么可能被一个弱者摆布呢？只有电视剧里才有这样的桥段的。如果你是图他的物质，那你就必须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一方，而不是他给你提供，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优质男人不可能做舔狗的有的女的还经常说我看起来特别年轻这句话也是够了自欺欺人好不好我就在这儿问你，20岁的小姑娘漂亮还是40岁的小仙女漂亮呢？同样五官的人，20岁的时候漂亮还是40岁的时候漂亮呢？你都40多岁了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在降低了，那为什么你的要求比20多岁女生还要高呢？我再问问能满足40岁小仙女要求的这些男的呀，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20多岁的姑娘呢？你们说能找到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怎么样？一句你若优秀，蝴蝶自来这样的一个毒鸡汤，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当你真的变得优秀了，那个优秀的人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被你的优秀吸引吗？现实却是不一定的从大的范围来说，一个男生如果变得很优秀，那么哪怕他是40岁了在婚恋市场他也是个香饽饽呀。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趋之若鹜因为男生的择偶价值就是创造财富的价值所以他越有钱越有能力，那他就越有优势他就越好找。而如果一个女人你也很能挣钱，工作上也很优秀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女生的择偶优势是你的生育年龄嘛，越年轻越好而你挣钱挣的多少跟男人又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谈恋爱也好，结婚也罢，女生的钱永远都是自己自由支配的呀，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而男人的钱呢却要拿来养家糊口的呀。当我们一个女孩这么多年
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工作哈，吃了不少的苦啊，经历了多少的辛酸事儿。等到现在我们也有房有车有事业了，那么的优秀啊，你却找不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了。你还不如那些人家年轻的时候就摆烂了啊，把恋爱娱乐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学习也不努力的女孩子，人家呢却早早的就找了个好对象啊，人家也没有那么优秀，但是人家也有房子有车子了啊，还有了个优秀的老公啊，幸福的家庭。想到这儿啊，你来不来气嘛？你想想自己，把大好的青春用在了变得更优秀上哈，追逐成功，在恋爱的年纪里呢，却在努力的奔波。现在呢，一把年纪了，你想得到那份期盼的爱情，真的已经太晚了。最后看一看，人生都已经过半了。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婚恋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一个女孩子，你优不优秀，蝴蝶都不一定来，而你年轻漂亮，那蝴蝶一定会来，真的是这样的，对吗？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哈，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真的也是没谁了啊。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啊，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啊，还有呢，有的人还给她介绍离异带娃的，她觉得呀，一结婚就有个娃了哈，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都已经走到跟前了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我怕叫错人了我这一听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还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呀，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呀，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呀？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并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得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
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近些年老年相亲活动非常的火爆啊，故事也很多。听说呢，阿姨大婶们都很积极主动来参加的大哥大叔们呢也不落后，但是看上去貌似非常的热闹，真正能成的却没有几对儿。阿姨大婶们都希望再度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大叔大叔大爷们呢也都想再度找到一个贤惠温柔的老伴儿过下半生。说实话，人的年龄大了，奢求就没有那么多了，两个人的感情和关系应该是更简单一些了，彼此呢都有各自的孩子，孩子呢也基本上都独立了，没那么依赖父母了，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退休金物质方面彼此都不会很匮乏。其实说起来，年纪大了呀，就是找个老伴儿嘛，也不用再生孩子了，对吧？也基本不用伺候老人，那你俩就好好享受生活呗，彼此关心照顾嘘寒问暖。虽然呢不一定还能有年轻人的那种轰轰烈烈，但是呢也能守个细水长流，岁月静好这不也是很完美的画卷吗？哎呀，但是可惜我看到太多案例都不是这样的。王姐退休都好几年了差不多快60了，经过朋友呢介绍认识了65岁的刘先生，两人呢第一次见面呢还聊得挺好的吃饭逛街，刘先生呢也很照顾女士。可是到了第二次呢，这位刘先生就跟王姐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经济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呢他认为王姐如果跟他结婚呢就可以搬到他家里去住，因为王姐的退休金比较少，所以他说王姐自己的退休金就存起来自己花就好了，家里的开支呢就由他来王姐呢就负责洗洗衣服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呀如果还能有空呢去帮儿子儿媳呢做做家务打扫打扫也行接送一下孙子上学放学。他说孩子们平时工作太忙了到时候呢他们周末可能还会带孙子回来吃饭什么的，希望王姐呢能做一桌子菜能施展一下厨艺。儿媳妇呢是在减肥嘛，所以不能吃得太油了孙子呢又太小了，也不能吃辣的。我自己呢平时喜欢打打牌钓钓鱼，晚上呢你就陪我散散步说说话什么的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结果王姐一听内心就炸锅了她说那你不如请个保姆吧，那家务做的一定比我要专业多了人家还不会发脾气，什么都听你的，多好这位刘先生立马就说保姆怎么能跟你比呢，咱们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了呀，作为妻子这些不都是分内的事了吗？可是王姐说那这么着吧，结婚前你给我多少彩礼呢？刘先生说哎呀，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彩礼呀？刘姐就更不高兴了她就问刘先生说那你每个月能给我多少零花呢？这个刘先生这回真的有点急了就说原来你是这么个庸俗的人没看出来，那看来咱俩是不太合适，算了吧。这个时候刘姐也没客气她直接就说我们当然不合适我是来找老伴儿的不是来应聘保姆的，我看你不是来找老伴儿的，你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你们看看他们都是这么想的，那还怎么找老伴儿呀？都担着自己过吧大家觉得他们谁对谁错呢？春节期间真的有好几对分手的我也是服了。我一问他们才知道都是因为双方的家长见面方方面面没计划好，没安排好，话没说好，事儿没办好，最后谈了个不欢而散。有个姑娘的妈妈跟男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上来就各种夸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还说对方男孩是哪辈子烧了高香修来的福气能娶到他的女儿。我的妈呀，还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总之话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他家姑娘完全阻止不了他呀。最后搞得女儿很尴尬，男孩更尴尬，对方的父母呢一脸无语这天直接被他给聊死了。还有个姑娘的家长第一次见面没说跟对方聊聊家常拉拉感情一上来就开始说我们那个地方彩礼要多少钱，房产上要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婚事呢都讲究个什么什么，男方要负责什么什么弄得双方就跟两国谈判似的你说这个见面多尴尬吧那一谈钱不就没啥感情可谈了吗？让人家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这么现实弄得跟卖女儿似的，人家能不下头吗我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家长第一次见面注意事项哈，给你们避避雷吧，免得以后再踩坑了。第一，不要一上来就跟对方谈房、谈车、谈彩礼，打听收入和资产，因为谈钱真的伤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喜欢你一张口就说钱的，虽然这是必经的一项，那也最好是放到最后再说。第二呢，见面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你们是主动方嘛，提出邀请前计划好时间地点，买什么合适的见面礼物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安排好这次见面，千万不能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登门造访了。女方的父母虽然也是被动方，但也不能失了礼节，一样要准备见面礼，给自己的女儿撑撑门面，长长脸。咱也要大大方方的，如果你家条件比男方家里好一些，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优越第三，双方见面最好没有第三方加入只要双方父母和孩子参加就行了，千万别带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基本上会给你搅黄了。第四呢，一些小细节要注意比如这个时候孩子最好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双方家长称呼对方的某先生或者是职务称呼也行，不用一上来就亲家的可能不太合适。穿着方面呢，尽量得体一些，正式一些，不要太随意了。买礼物不用太贵太好的，只要是贴心实用的就会很得人心嘛。双方聊天的话题呢，最好也是轻松一些以情感交流为主。第一次呢，主要是相互认识，表达对子女婚事的支持，细节呢可以放在后面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有不愉快的话题孩子们最好是尽快出来调节一下，好吧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呢，会有一些收获的，行吗？